喂，出来啊！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，每一次双手紧扣，心肠也较量。不再忽然现实与理想的重量，你是我的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，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。但是今天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迪，我会用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去爱你。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来守护你，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。陆先生。龚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施小念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啊，对了，二位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迟到了，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。你们继续，我们俩随意坐就好。没关系，龚总请多坐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来送给二位。你说。公欧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哪方面？这位天生丽质，我这一身衣服，还有后面那车蛋炒饭，全都是你设计的吧？全是。知书达理，落落大方。啊，对了，既是爸爸母亲的好女儿，也是一个未来的。这身上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她非常的厉害，目前在西风世纪商品图上。我刚好有下来，把你带上。不用了。两个人郎才女貌，志趣相投，志同相恋。你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。耳钉。来，你戴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戴，要不然你肯定给我耳朵戳个洞。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下次啊，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参加典礼，看你还敢不敢顶嘴。这个男孩子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是公欧。公欧？哎，我有印象，最近好像老在电视上、报纸上看过他。公欧，公欧。哦，是吗？长得不错不错。哎，刚才我看见啊，他给你戴项链的那样子，挺细心的。你们俩到什么阶段了？这妈爸，你们别误会，跟他什么都没有。只不过呢，我和公欧，我怎么了？
叔叔阿姨。小公好，那个我们是小念的父母啊，我爸我妈。小公啊，你好你好啊，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。来加个微信吧，我找你啊。好。那个我水喝多了，我要上个厕所，爸妈，我先走了，你不走吗？小公啊，阿姨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们家小念只要一紧张就准上洗手间。别说了，没关系。拍点照片，没问题。不用跑，他们没有追过来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在帮自己和小迪解围。我只希望你还记得，小迪是你的妹妹。千初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划清界限。石小念，小迪，我好心好意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，你在干嘛？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了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。你放过我吧，从小是我和千初在一起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是谁在自欺欺人啊？石迪小姐在这里上演家庭伦理剧的戏码，怕是不太合适吧？龚总这是来英雄救美了呀，我们之间的家事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吧？石小念是我叫过来的，你们俩这么为难她、欺负她，问过我了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别人家笑话有意思吗？我乐意。师弟啊，你把石小念叫过来参加你自己的婚礼，你觉得很聪明、很高明，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。我送你一句话：戏过了，只会让人家更加讨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过去你跟石小念之间有什么恩怨纠葛，我不管。但是从今天起，你再敢为难她，我同样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龚先生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小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这样含糊其辞的话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千初，别跟他们说了，有记者在。到底是干什么干的？非要看我全家笑话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单纯看你那个妹妹不爽。你有的时候做事还挺奇怪的，跟看上去不太一样。你不要想太多啊！我在你心目中还依然是那个爱欺负人的怪兽。我也不想在你心目中留下什么好印象啊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以为我在你父母面前应和了两句，你就想对我产生什么非分之想。你在我这儿没可能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道德感、伦理感，不要总是缠着你那个妹夫不放。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？我才是千初的女朋友。谎话说多了，别人不信，你自己都打颤了吧？还有，你能不能换一身像样的行头？现在我站在你身边，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。神经病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话了吗？幻听。
对了，刚才你姐姐跟我说，我16岁那年做手术的时候，她生病了，她说是她让你代替她去照顾的我。那我在手术前跟你说过什么？你一定记得吧？千初，你是相信他不相信我是吗？当初那个烫伤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证据，我现在可以给你看。傻瓜，算了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这个人是，刚才教训我一顿，现在又让米生把我给抓回来了，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？八成就是有人格分裂，脾气又不好，神经兮兮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吓死我了你！哦，我说，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。哎，你看这天都这样了，咱们还能回去吗？怎么，你想留下来陪家人旅旅游啊？米生现在正在备车，你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不后悔。小欧，妈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妈妈想你了呗。小欧啊，你听妈妈一句劝，你回到英国好不好？爸爸妈妈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儿子，你理解一下妈妈的苦衷好吗？你回到英国发展事业，也都是一样的啊。妈，恩义这家公司是我和我哥一手创办的，现在我哥不在了，我一定要保住他的事业。还有，我哥的死，警方初步断定是车祸，可是我觉得里面疑点重重，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线索性的人物。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了，我再做其他的决定。真的能查出些什么吗？但是小欧，我也担心你啊。妈，你相信我。好吧，既然你那么有把握，那妈妈就相信你。但你也要答应妈妈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，不管遇到任何困难、任何事情，不要逞强，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扛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小老板，他们酒店这边通知说一会儿会下大雨，咱们晚上走的话，走高速、国道都不安全，所以他们这边建议说岛上所有客人留宿一晚，这样明天早上还能看最著名的日出。只有石小念那个傻子才会念念不忘那个日出吧？原来不仅日出好看，连下雨天也这么好看。赶紧去睡觉，小心明天起不来把你丢在这里。你这个人真奇怪，好话不知好话讲。跟我顶嘴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，不然我现在把你丢进湖里面试试。那我还是去睡觉吧。去哪儿睡觉啊？这里是我的床，你的床不在这儿。床都是一样的。那我现在就去我的房间睡觉了啊，拜拜。想太多啊你！我想的多，你想的比我多得多，还是不一样的。蠢死！日记岛的日出可真美啊！
偷窥别人呢。今天早上的日出是穆千初送给石迪的订婚礼物，我劝你还是别看了，我怕你看多了伤眼，外加伤心。我没有很伤心，对我来说，千初完成了陪他一起长大的女孩她要信守的这个承诺。我这么想完以后，觉得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就不那么难过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，你找虐！哎呀，你拿开！那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想看到啊。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想看到啊。公欧，谢谢你，谢我了。谢谢你带我去穆千初的订婚典礼。我本来是不敢面对的，可是真正面对之后才发现，其实并不那么难放下。我决定开始试着放下过去。回去以后呢，好好的改一改我的漫画，开始新的事业、新的情感、新的生活。你呀，别自作多情。我带你去他的婚礼，纯属只是想看你的笑话，别误会。是，还不承认？反正你帮了我不少忙，无意也好，有意也好，我都是很感谢你的。严控价格体系，集中资源对线上销售进行倾斜扶持，基本情况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叫大家过来呢，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啊，畅所欲言。Jason， 好，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我觉得我不建议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线上，我觉得还要支付客户的这个线下。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听你。你呀，就先做你的好孩子，这种往前冲的事呢，让我来。等我把江山都打好了，都归你。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，大众也会对我们重拾信心。大家加油！会议就是这样，龚总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，会议结束吧。石迪面前，我是他姐姐；千初面前，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。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，我都改不了想第一时间冲过去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。真是一个个都蠢到家了，谁要你们保护呀？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呢。哎，小老板，上次我哥那个报废的车子，专家怎么说？哦，对了，他给我发了一份那个事故报告，我发您邮箱了呀。汽车制动系统性能完好，排除人为和机器元素，路况和天气不成为主要的事故原因。难道真的只是意外？但现场出现了石小念的漫画副本，这怎么解释？穆总，您找我。龚玉去世之后，恩义的实际管理者是谁？应该是陈白。据说龚欧现在很少在恩一露面，没什么特别重大的情况，他不怎么到公司。恩义没有了龚玉，果然就是不行。这个龚欧就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听说他们最近在做人工智能，你找人了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。记住，
不要声张，了解一下即可。明白，我立刻去办。狗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不干米生的事儿，是我求了他半天才同意我来找你的。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，我该走了，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还挺麻烦的。你放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石小年，这一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，因为你是查清楚我哥哥车祸唯一的线索。我答应过我妈妈，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，我就放弃恩义，回到她的身边。但现在时机不成熟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放弃恩义？这不是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？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里多待些日子。我不是要求你，而是请求，是拜托，你能帮帮我？小弟，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。你姐姐一直跟我说她画了一本漫画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，但是一直出版不了，所以她总会胡思乱想。可是我记得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，不是吗？是啊，长大了嘛，人都是会变的。又来，这一顿早饭而已，至于吃这么多东西吗？配备这么齐全，他家厨房也太大了，比我家都大，浪费。不喜欢吃饭，不代表用不着厨房啊。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了怎么办？比如说现在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是觉得你吃顿早饭用这么多食材太浪费了。这个随你，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，其他都够。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。还有，这蛋炒饭也太少了吧，根本不够我吃的。下次你多做点。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？你这么多样，你不多吃点，你只吃蛋炒饭。让你做你就做。你还得吃完呢。你真的不错呀，你不尝尝这些吗？给我一箱子。这是关于公寓股份收购提案及协议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龚总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提案书，我们会给出你满意的价格，或者有什么条件，你也都可以提。我不需要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分割他的股份。那你认为，公寓这部分股权一直悬而未决，就是对恩义负责任的表现了？那我也请你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，恩义想往哪个方向发展？我哥才刚去世，你就这么着急的瓜分他的股份？这难道是好意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瓜分啊？你们也别费尽心思写这个提案来问我了。我的意见很明确，还有以后像这样的会议，最好提前预约，否则有不参加的权利。嗨，各位，今天谈这样的事呢，确实有点为时过早。
丸子，前天公欧带我去了千初和石迪的订婚典礼。什么？你去了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真的是去了以后才想明白了很多事儿。我原来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太美好、太好的幻想了。原来我对自己、对漫画、对爱情都盲目自信、盲目期待。哎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卡里都没点积蓄。哎，你也别这么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。为了赚足生活低保，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么早啊？你怎么这么早？我是有新工作，我要赚足钱，然后重新找回漫画梦想。我会精神满满的，为了我的新工作。哎，你回来！你走，谁给我做饭啊？啊，这我的体会。回来！就丢了一个手机。不是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我们天天宣传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，不要把手机放在兜里，不要边走路边听歌，你们就是不听。我没听歌，也没放身后，就放在车筐里了，就没了。包不能随便离身。你说说你现在，手机也丢了，钱也没有了，家人该多担心你啊！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这儿签一个字吧。记住，不要太着急，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你的。哎，公欧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说，我如果但凡早点发现那小偷，我就不会把手机放在身上了，然后他就不会抢走了。这么深的一条路，而且还是快天黑的时候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只身一人去追小偷。你现在该庆幸被抢的只是手机和钱包，但凡那个小偷有点邪念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哭呢。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？人家手机已经没了，现在可倒好，钱没赚到，手机还丢了。要么怎么说你蠢呢？手机被抢就抢了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追小偷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同伙没有在附近埋伏你啊？啊，我说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哎，石小念的石小念，你简直是太没用了，手机也丢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除了蛋炒饭以外什么都不能做了？哎呀！你想吓死我呀？谁批准你在我家里大呼小叫的？这是给你的新手机，上一次你的手机坏了，我有责任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。还给你，我可不要！你这手机都有监测系统的，我可不想我查的内容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那样我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。哼，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？那我告诉你，上一次是因为你的手机系统没有更新，所以说你的操作我都能看得到。但现在这个手机系统啊，已经更新到最顶级的了，我想看也看不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可真拿走了啊！我拿走的话，就只能用自己的钱去买手机了。我们NE的手机可是很贵的。哼，好，有骨气，那我走了。给我，这本来就是我的，给我！小欧见到我们一定很高兴。压死我了你！你快起来呀！哎，干什么你？起来！啊！伯父伯母好。不是你们想那样。吃点水果。
小欧，你不打算介绍这么可爱的姑娘给我们认识吗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得问清楚啊！哎呀，松手干嘛呀？干嘛说我是你女朋友啊？小点声，我爸妈还在那呢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将计就计呗。你干嘛不说点别的呀？话赶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你让我说什么好？你就说我是深夜来找你对接工作的人。我公司的职员深夜里到我家里来对接工作，这传出去更可怕吧？还有，现在有损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一点没觉得当你女朋友是什么占便宜的好事儿。你错了。你可不是我女朋友，只是假扮而已。好好好。嗯。干什么啊？看手相？机长啊，怕你反悔。帮我准备一份甜品。占我便宜，让我当你女朋友，还让我给你准备甜品，我给你下药。你的甜品。哎，不吃了。如果按此趋势发展，恩义可能会陷入资金断流的危险。哎，这么晚？你爸妈不是跟你一起吗？他们人呢？米生呢？完了，那我菜做多了。今天吃点菜吧，别老吃蛋炒饭了。你吃不腻，我都要做腻了。我们去打球吧。啊？打球。其实你哥，他并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他最害怕的，就是你在他去世的这件事上无法自拔，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花在怀念他上了，然后看着你们努力打造的恩义，一点点垮掉。恩义不会垮掉。是，他是不会垮掉。那么大一个公司，可是日子久了，总裁长期缺席。那，你能保证他未来也会像现在这样平稳运行吗？那，继续打吧，你一定可以打赢我。所有目标，只要能够坚持到底，只要方向明确，都会到达终点的。恩义的手机概念，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，它是我们的梦想，所以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能陪哥哥坚持到底吗？哥，我一定可以。你自己随便吃点吧，我去找小丸子，他说给我找了个新的工作，拜拜。不可以，你先去把饭做了，再去干自己的事情。这是哪门子规矩啊？我又不是你专职厨娘。规矩是用来遵守的，不是用来质疑的。规矩是用来遵守的，不需要你来质疑。晴子姐，听说跟我弟弟谈恋爱啦，很荣幸。你好，我是胡晴子。看他从小长到大，第一次听说他谈恋爱了。
你可以叫我晴子，我可以叫你石小念。小念你好。你好。他就这臭脾气，你别理他。总裁和副总裁虽然只差1个字，但是总裁的使命会更加艰巨。公寓在位期间是我陪他走过来的，他经历过什么，只有我清楚。所以小欧，我劝你，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意志力，我不希望你贸然行事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总感觉我哥想让我接过他的重担。请回电话给我。这么多电话，我有一些以前的事情想不通，想问你几个问题。我在那家日料店等你。你找我，想问什么？我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烤鸡皮。他已经不喜欢吃鸡皮了。谢谢。老板，要一份三文鱼刺身。三文鱼刺身，再要一份鸡蛋布丁。好。小念最近在调理身体，所以只能吃点清淡的。龚先生，我今天约小念来，是有一点私事要跟他谈，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？龚欧不是外人，况且是我叫他来的，他现在回去不合适吧？恕我冒昧，请问你们两个究竟是？他是我男朋友。那好，其实这次叫你出来，我是想问一下有关我以前的事情。是我偷看了他的日记。我其实一直都很嫉妒他。为了了解你，了解你们过去的事，所以我就偷看了他的日记本，也出于私心，曾经利用这些了解误导了你和你的家人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你对我也有误会。祝你幸福。等一下，我记得你说你画过一本漫画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不可以。小念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他不想跟你们再有任何联系。我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纠缠我女朋友。所以刚才他说的，你都知道？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他的一切好的不好的我都知道，但这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。我只在乎我自己感受到的。走。哎，女生，把车开过来。我不，我要回去了。站着！你跟我闹什么脾气啊？喂，你哭什么？没哭。你说我这样是对他好，对我家里人好，对吗？你刚刚错失了一个翻盘的好机会，你这个猪脑子！我在你眼里怎么都是猪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反正都是些垃圾，趁早跟他们划清界限。照现在看来，以后可以避免很多麻烦，低风险高收入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帮帮忙啊，抱一下嘛。
说了。别说了。公欧，股权的问题早该尘埃落定了。如果上次开会你签了字，今天大家也不必再跑一趟了。龚先生，这怎么？抱歉，打扰你们开会了。公益的股权，我和他母亲是第一继承人。我们在法律生效之后，今天已经公证过了，这部分股权就送给龚欧了。龚欧当总裁了，你看，天哪，他真厉害！哎，我以前光觉得他霸道，没想到这下他成了真正的霸道总裁。这一下两种人格合体，就是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。霸道总裁，哎，我给他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开门不好玩，我帮你回复的。哎，丸子你给我呀，我就回感谢。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没什么。恭喜你当上了总裁。没什么。小老板，手机拉好了。啊，去吧。我困了，我先休息一下。我也困了，我休息了。你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，每一次双手紧扣，心肠也照亮，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。你是我的手机。手机。我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。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曾辗转难眠的长夜，领悟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难眠的长夜，临摹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太可怕了，我怎么会一直在想这个女人？这个石小年是不是给我蛋炒饭里下毒了？怎么眼里全是她呀？你做的饭呢，只有蛋炒饭勉强能吃。以后就这样，135的午饭和246的晚饭，我只吃蛋炒饭。周末如果你想休息的话，可以省省精力，早上做一次，一次吃1天。龚欧，我有事儿要说。说。我觉得我应该走了。
之前留下来是给你做人证，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像厨娘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画我的漫画了，不应该再赖在你家。说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行李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需要米生帮我搬一下家。那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早上我有几家杂志社的专访，米生在公司有事情去不了，你陪我去。什么专访啊？我不是刚才刚说完我要走了吗？刚才是刚才，我刚刚答应你了，你不是还没走吗？啊？现在我反悔了，你正好处于失业状态，明天你有一份新的工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还有蛋炒饭吗？没了。哦，对了，下一次啊，蛋炒饭可以多做点。上次我假扮你的男朋友，现在你是不是也该实现你自己的承诺了？去学点甜品。我再问一下，我要陪你去做专访，是以什么身份？是你公司的员工，还是你助理啊？女朋友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还有这层身份呢？我爸妈那里说清了吗？穆千初那里你还要解释吗？所以为什么不能假扮我女朋友啊？哼！你想当真的？我还没吃完呢。来，请。龚总，咱们能不能摆一个成功人士非常霸气的那种姿势？哎，好，就是这 pose 啊！来，龚总啊，咱们这个表情能不能再 open 一点，阳光一点吧？啊，阳光一点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上次你给公发那个么么哒以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呀？没有。啊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呀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我就每天给他做饭。啊，那两个人总得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吧？那倒是有，但是好像都在吵架。你刚刚跟孙经理说什么了？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八卦了。哎，你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喜欢石小年？你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喜欢孙经理？这个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特别棒，你知道吗，石小念？我现在就去联系出版社，着手把你这个推出去。只要你投入感情，加油画好它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。投入感情啊，我能勉强保住我的小命就不错了。你可以的，相信自己，石小念啊，加油！你要是不喜欢石小姐，你为什么让我停止对她调查？还不是打心底开始信任她？你把人家调查个底朝天，调查结果就是从石小年一出生就跟我哥没有交集。我这个时候不让你停止调查，难不成让你继续浪费我的精力和财力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之前公司的那个黄世仁，他要封杀石小念，不让他再出版作品了。什么？人家人脉广，资历深，就你那个小画室，人家凭什么帮他呀？哎呀，这谁呀？啊，大上午坐在这儿晒太阳呢？你怎么了你？你怎么样？你跟我说说，你让我开心开心。你都该不用你管。不哭了？没意思，那我走了啊。唉，
看你这么难过，这个送给你了。梅秘书，王先生来了。王先生，小老板在里面等您。小老板，王先生到了。让他进来。王师傅，请坐吧。不必了，龚总要给老头子下马威，老头子还是站着听龚总教训吧。当年龚玉挖我的恩义，对我都是恭恭敬敬的。你身后的初代模型，也是我带着团队一块研发的。你一个小孩子，有什么资格对我和我的团队指手画脚？我不管你算内超元老，现在我是恩义的总裁，把你们的壳料方案拿回去重做，不然你和你的团队都给我滚蛋！走就走，别以为大家叫你一声龚总就得意了。跟龚玉的为人处事相比，你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嘿。王先生，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信号都没有。怎么他这手机都长得这么奇怪？这手机放在他伸手能拿到的地方，看来对宫欧很珍贵啊。公司的内部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，但现在是敏感时期，你得小心点。没事的，我会打探清楚情况的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OK 的 ，OK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怨念很重啊？没想到连初代的设计师都想辞职，我觉得咱们想修好这个有点难了。哎呀，这回小老板又要熬夜找人事部谈话，又有东西要碎一地了。那总得试试啊，要不然你说这多可惜呀！对，小编调来，把部长调来。孙志，要辞职可以，也得一个一个来吧。才一个一个来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没空一起来吧。这位师傅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是宫欧的私人秘书，他派我来的。他说你们有任何要求都可以跟我说。你们是有要求的吧？各位老师傅们，你们已经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，都对恩义也有感情了，现在为什么要说走就走呢？我想，是不是王如森王师傅在见完龚总之后，回来跟大家反映说他是一个不听长辈劝告、乱发脾气、乱摔东西的混账小子？哎，小姑娘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晴子姐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一提到宫欧就这么生气的原因了。为什么？学姐，我等您的那份风度报告可是等了很久呢。想来您是贵人多忘事儿，我也只好又上门亲自跟你要一次。不打开看看吗？想要瞒住迁出倒是不难，只要你表现好，一切都好说。阿姨，我带了点补品给您和王师傅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要喝点什么？都行，茶就行。哎，那你坐，好，我去泡。喝点茶，谢谢。阿姨，你应该也知道，
王师傅呢，在我们公司算是前辈。那我们公欧总裁他处事方式还有他的脾气就那样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王老先生呢，因为这个受了不少的委屈。但是其实您想，我们恩义能有这么好的口碑，不就也是因为我们公欧他的这个吹毛求疵的这个毛病吗？可不是嘛。阿姨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恩义的前总裁龚玉是我们公欧的哥哥。那龚玉呢，在我们恩义上上下下人的心目当中，就是一个特别有担当、特别有爱心的人。我们大家也都特别感恩他的照顾。但是，他现在不在了。那能不能就希望老先生就当帮龚玉一个忙，也帮帮龚欧，照顾他一下？其实，你看，我知道老先生他为什么生气，他不就是觉得龚欧对他态度不好，而且对大家都太严格了吗？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优点呀，这说明龚欧这个人他对人对事都很认真负责，从来不会弄虚作假。那我们大家跟着他也都很值得，很放心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来之前，龚欧也跟我说，如果老先生还是生他的气的话，他就准备亲自来负荆请罪，直到老先生气消了为止。那，阿姨，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和王师傅。我感冒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你告诉龚欧，我不跟他毛头小子计较。太像了。石小念，你发微信让我下楼，什么事啊？我给你看个东西，像不像你？石小念，你拿过来。你是干什么？要教训你是熬夜神！你别过来啊，就站在那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就站在那儿，我就说话。掉。我想说，公欧，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，想把恩义打造好，可是你总是用发脾气的方式解决问题，那样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可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裁，要不然你就大可以把恩义卖掉，那干嘛劳心劳力的去学习管理呀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蠢呐？被我传染了？我想说，你要学会交流，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让你的员工们都了解明白你的想法，而不是埋头苦干。我哥在的时候，很多他能轻易搞定的事情，到我这里就变得处处都是困难。新官上任嘛，可以慢慢适应，慢慢学。什么事？他答应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刚刚王尔森答应回来工作了。这不是你的鬼主意吧，石小念？不然晴子也不会背着我去找别人。啊？石小念，你跟我身边的人联系倒挺多的。想不到哈，你小姑娘说话还真管用。龚总不但给了假，还给咱们包了机票和酒店，让咱们海外旅游去。看来这龚总和他的关系，两位师傅，既然你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，那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？想要修复这个N1初代模型机，恐怕只有王汝森老师傅有这个技术啊。我做的东西我自己来修，谁让龚欧那小子会做人呢？专门派了胡小姐上门请罪。看来龚欧真的很在乎你，他今天答应你的这件事儿，
就连我都完全没想到。小念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没有啊，我跟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倒是你，最近公司好像都在八卦你们俩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宫欧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心里的人是宫玉，我喜欢的是他。现在他人都已经走了，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帮帮他弟弟，免得公司被这个偏执狂带垮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似乎有了更好的帮手。哇，小念，宫欧就交给你了。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，宫玉走了之后，越来越严重了。我跟宫玉之间，这个嫂子当不成，至少也算半个姐姐吧。我可不希望他就这么自己跑偏了。可是我还是别可是了，走吧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总裁可是很累的。哎，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。哎，当总裁啊，我也想当总裁，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。我要是能当上出版社总裁，我先把石小念的漫画出版了。你又做白日梦了。有梦想是好的。今天事情有点多，我还在公司呢。你放心吧，药我都吃过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千竹啊，你来这儿吃饭？你管人家来干什么？没吃，打包了点。那你多吃点。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？那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千竹，那个鸡皮回家热起来再吃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还不走啊？你再不走，这个傻子就要跟到你家去给你热吃的了。说谁傻？再见。千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你说话的风格？我怎么了？说错什么了吗？饿不饿？你多吃点儿。我还想多吃点呢。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的忙，招牌菜已经卖完了，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。你看，没有了，走吧，咱们再改天来。坐下，石小念，我告诉你，答应我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。好，行。老板，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？有是有，但是也没穿，也没解冻。你看我现在这人手也不够。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来。哎，你们那桌还需要鸡皮吗？哎，我们要，谢谢。我来穿。好，帮忙。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了呀？你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？那请问您还要点？我全都要了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尝尝我的招牌鸡皮。老板拿走。这些我都要了。这么多你都要了，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，你不拿走哪有客人啊？我可没这个意思。真难吃。公公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发什么疯啊？发疯？我没发疯，我好好的，我发什么疯啊？没发疯，那你这是什么？浪费粮食？拿过来了，没不让你吃啊？那是什么问题呀？因为穆千初，你跟穆千初之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跟他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。你能不能讲点理呀？就算你是我朋友，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。之前你让我管，现在又不让我管，把我当成什么？我的事情还不需要你来决定吧？上不上？
好。走。孙社长好。孙社长，你姓孙吗？孙，生。傻了吧？他们喊你呢。我。出版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石小姐最近……我说的是出版社，不是石小念。问出版社，不就是问石小姐吗？不知道当时是谁啊，一看到女孩子哭，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。那是我做过最错误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小老板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？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。毕竟早在我看到那个奇怪女人哭之前，您就已经让投资部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。说吧，怎么惩罚你？下个月工资付多少？我罚站。不过小老板，咱们是不是有必要把石小念画的结尾拿过来看一下？没准和咱们手上的复印稿一对比，能找出一些关于大老板车祸的线索。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难道石小念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？可这本漫画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？石小念没有撒谎，陪伴穆千初长大的人是他，不是师弟。师弟才是那个家暴。看什么看？吃得饱了？谢谢你啊，公，谢谢你帮我投资了出版社，我特别开心感动。不过我觉得你做的有点草率。你别想太多，我投资出版社不是为了你。不是为了我，那你干嘛出钱投资出版社？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，还给我出版漫画，为什么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。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，结果呢？你画的实在是太烂了。我在想啊，如果靠你自己的话，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。我画的烂，你去问问丸子，宇宙细腻无敌，美少女地狱。什么破名字？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！那当然。等我吃完饭，你把碗刷了之后，就好好的去画漫画。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非常不满意，你最好为了讨好你的投资方，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。还说我？你这个人，你再说我坏话，你听到了？他神经病。你说什么？我在吃饭呢，吃饭也算说话吗？你声挺大的，也是一种表达。这些我不都删了吗？这怎么都回到桌面上了？狗，这个怪物，偏执狂！你说对了，在你的所有作品里，我只对这个感兴趣，其他的都太一般了。你快把东西还给我！东西？什么东西？
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慢慢玩啊，我先走了。来都来了，还有什么羞吗？你快把衣服穿上啊！这件 T 恤湿透了，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，所以就脱掉了。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，不更是坦诚相见吗？谁跟你坦诚相见啊？变态！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？不是拿的，是偷的。笑话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都算不上偷。况且那个手机模型本来就是我的，物归原主而已。我说的是漫画手稿，就是我画的千出的那个，明明放在抽屉里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就是你拿的那个，绝对不能丢，是唯一的纪念。你签约了出版社，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，所以你的手稿也是我的。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，是我拿走了，并且看了2页，的确太一般了。你还看？那是秘密隐私！你一个堂堂大总裁，偷窥别人隐私，还直接偷走，无耻！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算偷。我本来不打算再给任何人看的。哦，是吗？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，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，这个人情可不算小吧？所以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别碰，坐下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这套复印件你交给过谁？我就交给过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，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，按照流程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把这些手稿交给黄总编之后，这上下2套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？理应是这样的，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几张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拿到的。车祸现场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发誓我没见过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？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了。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这些漫画让你失望了吧？你刚才说，你把这些手稿交给了出版社总编。除了他以外，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。丸子，我是信任他的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看来，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了。那个，如果没什么事儿了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吗？如果有需要，我是说你要调查什么线索的话，你再管我要就好了。这我先拿走了。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儿，就先告一段落。什么？公欧收购了一家出版社，你确定吗？这个公欧果然比我想象中厉害，不能小瞧他。他要是单纯的投资还好，要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注意盯紧他的动向。喂，小念，你快看快看，你的漫画现在在看漫画 APP 上已经破浏览记录了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上次找你，是想通过你打消石小念出本那本漫画的想法。
哪怕让他把主人公换成我也行。可是你呢？你都干什么了？你对得起我给你的钱吗？哎，我都跟他说了呀，他不同意改了。再说我也没给他出版呢，啊，这不正合你意吗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你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当初你给我这本复印件的时候，说好只给我一个人，可是我在别人那儿看见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我怎么交代你的？我给你的钱你都忘了？施小姐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施小念1年前把这个复印件交到我手上。哎，施小姐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复印件吧？复印件的意思就是它有可能复印出上百套，没准他给了别人几套，怎么办呢？施小姐，如果你没有其他事儿，那我就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施小念，施小念，你是要害死我！肖老板，都解决了？哎，全部解决了。他们其中大部分是跟恩义以及下属部门有合作需求，想要借助对施小姐漫画投资，更好达成跟恩义合作。还有一些面临破产，想借助恩义来翻盘。所以啊，施小姐，这些人不是单纯冲着漫画来的。小老板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都听见了，就你这种智商，在恩义工作，早就被丢到海里喂鲨鱼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，我们想要努力摆脱他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即便我画的是垃圾，他们仍然会来。怎么会是垃圾呢？我可不允许我一直以来喜欢的漫画家说自己的漫画是垃圾。这些是我对跟施小姐漫画合作的所有方案，包括对她进行个人的宣传以及版权开发。当然，至于我私人的热爱，也有好多对漫画的理解与想法。不过这个也完全取决于施小姐您是否愿意接受。啊，对了，还有。最重要的是，为了防止节外生枝，我也拟了一份文件，放弃一切有可能跟恩义之间达成的合作。我说过，这里的事情由你们全权负责。